你曾努力规划人生，设定目标，然后拼尽全力。当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，再逼自己坚强、乐观，继续苦撑，表现得像个能创造一切的超人。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有多疲惫。那不只是身体的累，那是灵魂在慢慢耗损。而你的心脏知道怎么挽回这一切，但你早已听不见它的声音，因为你太久没信任它了。大多数人以为丰盛藏在大脑里，于是陷入过度思考与效率焦虑，或相信它藏在金钱里，便投入无止境的竞争之中，只为换来更多安全感。更有人将希望寄托在神秘的宇宙法则上，于是每日祈祷、学习冥想，渴望加速显化。但无论多么努力，那份真正的稳定与满足总是难以停留。我们习惯用意志推进生活，却忽略了内在那颗日夜跳动的心。显化的力量从不来自头脑的设计，也不源于压抑的控制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回到那个最真实的感受中心。那个开关一直在你体内，藏在胸口深处。心脏不是脆弱的象征，而是身体能量的稳定核心。它既是接收器，也是发射源。当你与它的频率对齐，宇宙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回应你此刻的状态。你想要的显化，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或无尽努力的结果，而是来自一场与身体最深处的和解。你给它信任，它就给你回应。当你肯慢下来，把手轻轻放在胸前，去感受那份从未中断的跳动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转变并不来自外界的撼动，而来自你体内那颗红色的引擎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苏莫特博士是一位横跨能量医学与量子场域的现代疗愈专家。他的非凡旅程始于18年前，在一次深入的冥想中，他进入了一种意识极度扩展的状态。那不只是一场宁静的内观，而是一种超越语言、穿透感官的内在体验。仿佛整个人被一道透明而强烈的能量光流所贯穿。那一刻，他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形但有感的能量网络中，感知扩展到不再依赖五官，而是透过身体本身直接感应周遭能量的流动与讯息。那场体验如同一道内在闪电，不只是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方向，也唤醒了他多年来压抑的灵性记忆。这段经历激励他投身于一项深远的使命，探索如何协助他人进入这种深层转化的状态，并透过心脏与身体重新建立与宇宙源头的连线。他在2019年出版的畅销著作《能量密码》中，总结了30余年的临床实证与能量锻炼，试图回答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：如果显化是真实的，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？不同于多数显化理论仅停留在意念创造现实的层次，苏博士强调，显化并非单靠头脑或意志力驱动，而是一场深度的身体参与。他的核心观点令人耳目一新：显化真正的开关不在头脑里，而在心脏中。心脏不只是生理器官，更是一座能量中枢。根据他引用的科学研究，心脏产生的电磁场比大脑强大数千倍，并且拥有自己的智慧系统。在这个架构中，情绪、感受与意识状态透过心脏这个显化开关被调频、扩散、放大。也因此，真正有效的显化不是单纯的去想、去吸引，而是将能量导回身体，导入心场。当你进入一种内在一致性的状态，思想、情绪、呼吸、行动都与内心深处对齐时，宇宙才会开始回应你。
这让显化从神秘法则转化为一种可以实践的能量技能，也让许多对仅靠意念感到迷茫或受挫的人看见了新的可能。真正的转化从身体开始，从心脏启动。心脏是身体最早开始跳动的器官，也是唯一具备自主节律的肌肉组织。它不依赖大脑指令，能自我调节、自我运作，仿佛拥有一套独立的智慧。研究显示，心脏内部有超过4万个神经元，构成复杂的心内神经系统，具备记忆与感知能力，甚至被称为第二大脑。这打破了我们对大脑至上的迷思，让直觉与感受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。愈来愈多实验指出，心脏能比大脑更早感知外界讯号，甚至能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。也许在意识还未察觉之前，心脏早已读取了能量场中的细微变化，并主动调整节律。这种新的智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逻辑的行动方式。你所谓的第六感、灵光乍现，或许正是内在的主权在发生。透过迷走神经，心脏传递给大脑的资讯远多于大脑回传给心脏的。也就是说，心脏并非情绪的附属品，而是主导专注与行为的节奏器。当它稳定协调时，大脑会同步进入高效状态，创造力、情绪与身体机能全面提升。调整情绪、稳定呼吸，其实就是在调频心脑共振，启动更高潜能的你。古老文明早已将心脏视为通往生命本源的门户。在印度的瑜伽传统中，心轮象征着爱、疗愈与无条件接纳，是能量流动的中心。道家经典则视心脏为神明之舍，是修炼的起点与归处。而许多原住民文化更相信心脏连接着祖灵与宇宙的意志。虽然这些文明迥异，但都指向同一件事：心是能量主权的核心。只是今天的我们被效率绑架，被逻辑主导，早已遗忘这座内在的导航仪。但主权未曾消失，它只等待你再次启用它。当你停止压抑情绪，愿意承接渴望，那颗心脏就会重新启动显化的开关。真正的主权是你愿意不再被外界操控，而是选择让内在的节奏引领你的每一个行动。显化并非努力的结果，而是你当下状态的自然回响。心脏是全身最强大的能量发生器。研究显示，它所产生的电场比大脑强约60倍，磁场强度甚至高出100倍。这股电磁波动不只包围细胞，还能延伸至3公尺之外，像无形的讯号，不断传送着我们的内在节奏。既然万物皆为能量，心脏便是我们与宇宙沟通的枢纽。它读取环境，感应情绪，将这些讯息转化为能量频率向外扩散。这正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现就让空间明亮起来，而有些人则让整个场域变得紧张。心脏是我们内在的调频器。研究指出，当人处于平衡状态时，心脏与大脑进入心脑共振，心率呈正弦波，自主神经达到最佳协调，情绪稳定，判断清晰，创造力与免疫力随之提升。这种高效状态的关键不是幸运，而是选择整合情绪，创造高频能量，而非陷入焦虑与批判。情绪不只是心理现象，更是有形的电磁讯号，正悄悄塑造着你的生命轨迹。当你选择进入这个节奏，不只是自身在转变，你与他人之间的连结也在悄然变化。那是一种无需言语便能感知的讯号，一种从心而发的显化力量。这股能量的起点，正是那颗跳动不息的心脏，而与它重新接轨的方式就是呼吸。在苏莫特博士的能量练习中，觉察式深层呼吸法被视为极为关键的技术。透过深层而有意识的呼吸，
我们得以唤醒早已沉睡于身体深处的能量线路，让显化的能量从心脏开始重新流动。当你将注意力从思绪转向呼吸，思绪便逐渐沉淀，头脑的喧嚣开始静默。那一刻，你不再只是用脑在运作，而是让整个人回到一种内在的感受中心。每一口深吸，每一次慢吐，都是对自己存在的接纳。头脑处理思绪，而心脏让我们感受到当下的自己。显化的能量正来自这种全然专注与身体深层连结的状态。能量密码不是一本单纯谈论显化的书，而是一套整合能量实践与身体智慧的转化工具。苏莫特博士以多年临床经验与教学历程，提出一个关键转向：真正的显化从心脏启动，从身体内在的节奏出发。他认为，我们是能量体，在物质世界中经验灵性，所有的思想、情绪、身体，乃至于每一个决定，本质上皆为能量频率的振动。所谓物质，只是密度更高的能量，让我们得以感官察觉其存在。他在书中提出量子翻转这一概念，从恐惧驱动的保护型人格，转为由心出发的灵魂自我，从我不够好，转为我本自具足。这不只是思维模式的转变，更是一场能量与身份的重构。真正的改变不在于做更多，而在于成为谁。若显化是一场频率的共振，那么谁在发送讯号，便决定了你的人生内容。而这个谁，并不是由过去创伤或社会标签所定义的你，而是那个被遗忘的，本来就与宇宙频率一致的你。这正是为什么苏博士强调，显化的开关不在头脑里，而在心脏中。当我们身心进入一致状态，情绪和谐，呼吸稳定，意念专注，心脏的频率便开始共振扩展，犹如一道稳定的能量波，向世界发出讯号。这讯号不只是情绪的反应，更是一种信念的投射，吸引与我们内在节奏一致的经验与机遇。换言之，心脏不只是反应器，更是显化的节奏制造者。这并不是抽象的能量理论，而是一种身体可以实践的显化方式。苏博士所提出的练习方法，如深层呼吸与感知引导，目的在于让我们重新接轨心场的频率，回到身体真正的节奏。他的研究显示，情绪的振动频率能直接影响我们的遗传讯息表达，爱与感恩会打开细胞的回应通道，而恐惧与焦虑则让能量系统收缩。这不仅改变了心理状态，更深刻地转化了整个生理节奏，进而塑造你所能经验的现实图谱。所以，显化不是靠想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当你选择与心脏站在一起，当你让心领路，身体发生，那些你苦苦追寻的结果，其实早已在路上，它们只等待你打开这个内在的开关。至此，我们已明白，心脏不只是维持生命的器官，更是一座拥有自身节奏与智慧的能量中心。当它与大脑协调运作，整体频率便与宇宙共振，开启显化的真正通道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显化早已不再是神秘的魔法，而是一门结合神经心脏学、量子物理与能量医学的实践路径。心脏是我们与宇宙能量共振的核心开关，它不断提醒我们，真正形塑现实的不是外界的条件，而是我们内在的情绪节奏与能量状态。若我们愿意将这些认知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便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心之蓝图，成为清醒的显化者。以下是4种具体的练习方式。练习1：心脑共振练习。每天花3分钟，闭上眼睛，手放胸前，专注缓慢深长的呼吸，将注意力放在心脏，想象气息穿过胸口，同时唤起感恩、宁静或爱的感受。
这个简单练习能逐步培养专注与稳定感，让心与脑进入协调节奏，启动真正的共振状态。练习2：意图与情感对频。显化的关键在于同时想象与感受已实现的状态。与其反复思考，不如闭上眼睛，仿佛愿望已成真。想象收到中奖信息，财富自由，与挚爱共享喜悦。让这些画面引导情绪变化，记住那个频率。每天3分钟，专注真实感受，便能改变你对显化的理解与体验。练习3：从恐惧中蜕变。找个安静时刻，闭上眼睛，问自己：这个选择来自恐惧还是信任？当你被焦虑驱动时，暂停一下，手放胸口，深呼吸几次，默念我愿意回到内在节奏。这份觉察与调整是从恐惧中转化的起点。练习4：持续行动与臣服信任。每天选择一件小事，作为你信任宇宙的实践。显化不是剧烈改变，而是稳定节奏的小步前行。愿景是你的责任，实现则交给宇宙。你要做的是持续行动，稳定选择，即使只是微小的调整。透过这4种练习，我们不只是学会了呼吸与行动的调整，更是在建立一种以心为本的生命节奏。这些简单步骤正在重新对频我们与宇宙的能量对话，让显化成为自然流动的展现，而非执着追求的结果。这种心脑一致的状态不再遥不可及，而是一条可实践的路径。当你与心脏同频，内在能量自然转变，奇迹也将由你亲自活出。最后，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：你是否愿意重新信任那颗一直在跳动的心脏？不是为了变得更成功、更圆满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回家，回到那个从未离开过你的真我中心。这不是一场寻找，而是一场重新衔接。衔接那颗其实从未迷路的心，它一直知道方向，只是你曾把主导权交给了过度努力的大脑，忘了真正的导航是来自内在的节奏。你不用再逼自己前进，也不必再挣扎着相信，只需把手放在胸口，听它说话。每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都是在擦亮那把显化的钥匙；每一次情绪的承接，都是在让你的频率更清晰。你不是在创造奇迹，你就是那个奇迹本身。这颗心不是你的弱点，而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。它不是被动等待的接收器，而是主动共振的能量源，是你与宇宙之间最直接的通道。当你让心脏再次成为引擎，那个从你出生就已启动却被忽略的能量中心就会再次苏醒，而整个宇宙也会以你未曾想象的方式回应这份启动。这不是灵性语言的诗意说法，而是能量的真实运作。当你回归内在，当你的心脑共振开始稳定，一切外在的显化，金钱、关系、健康、机遇，将不再是追求的目标，而是你自然的延伸。你不再是等待奇迹的人，而是让奇迹诞生的场域。因为你终于让心脏成为你的节奏主导，终于信任这个来自生命源头的节拍器。你不是还没准备好，而是早已具备了与宇宙共振的一切条件。宇宙也正静静地等待你启动那颗红色的引擎。